Hello，我是小金。今天我们来看一本书，书名叫做《亿万富翁的成功习惯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迪恩·格拉奇斯，他来自一个很贫困的家庭啊，从小为钱所苦，但是他后来白手起家，成为了很优秀的企业家，也是地产大亨。他在这本书里头就提到了，如果我们都可以学习成功者的习惯，就可以帮我们转变命运，克服心魔，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富豪人生。首先，我们就来看看这本书提到了一个迈向成功的投资部招数哦。很多人都希望可以找到最理想的职业，但是在你找到最热爱的事业之前，就算你非常讨厌、很受不了现在的工作，但是麻烦你一定要坚持住，对现在的工作还是要全力以赴啊。话说迪恩高中时期就去修车厂工作，但修理汽车时常常会把自己弄得脏兮兮，还要忍受难闻的化学臭味。他其实很讨厌当黑手维修汽车，但是迪恩总是在脸上挂着笑容，尽自己所能把事情做到最好。当别人看到他时，一定会有一种观感，那就是这家伙真的很热爱自己的工作呢。而就是这一种对工作的热忱帮助了迪恩，因为当时修车厂有一位常客，他就是很欣赏迪恩的这种热忱。有一天在聊天中，迪恩告诉了这位顾客，他手中的房地产案虽然还在筹措资金的阶段，但他依然很努力的进行着。那位顾客看到了迪恩的高度热忱，于是决定要出借8万美元给迪恩，而这个房地产案后来卖出了100万美元。你想想，如果当初迪恩在修车厂都是摆出消极的态度来面对顾客，你觉得对方还有可能会帮他出资吗？迪恩的习惯就是全力以赴做好眼前的工作，直到迈向人生的下个阶段。就是这股热忱帮助了迪恩转变了人生。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大富豪约翰·保罗，他在洗衣店打工的时候，连老板没有注意到的，像是柜子的背面还有地毯的下方，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哦，把每件事情都认真要做到最好。就是这样的态度呢，为他后来的成功习惯也奠下了基础。有兴趣的朋友，欢迎点开这支影片来看看哦，也记得帮我们按赞、按订阅哦。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心情烦忧，整个人陷入沮丧，这时候该怎么办呢？迪恩就从朋友那里学来了这一招，设定手机闹钟，3不5时自己鼓舞自己，并且提醒自己要心怀感恩。像是第一个闹钟是设在早上10点的时候，跳出来的提醒文字是保持乐观、热血关爱。而第二个闹钟是设在下午3点，手机这时会跳出什么都难不倒你这句话。看到这样的文字，相信一定会让你本来郁闷的心情瞬间好转，获得一些振奋向上的力量。至于第3个闹钟，则是在晚上7点的时候，手机会跑出你真的很幸福，记得时时心怀感恩。这个闹钟就会让迪恩感谢他在世上所拥有的一切，对自己的人生心存感恩。迪恩从教会里听到这段话，当你觉得事事不如意，觉得钱不够用，你所获得的爱不够多，身体不健康，内心也不快乐，那就去帮助日子比你难熬的人吧。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感情关系很糟糕，不妨就去帮帮家暴的妇女，或去捐款或贡献自己的时间。如果你认为自己应该获得老板加薪，但却迟迟等不到调薪，然后你觉得老板也不太重用你，这时你不妨去游民的收容中心看看。当然，你所遭遇的问题并不会因为你帮助别人而突然消失了，但是当你去帮助比你生活更不好过的人时，相信你的感恩之心就会自然升起，你本来面临的压力就会减轻些。当你对需要帮助的人伸出了援手，其实你也会从这里头深深受益呢。不要再把你的挫败当成是人生的低谷了，那么应该要当成是什么呢？迪恩书上说，要把它当成是为了发挥自我潜能而缴纳的成功税。迪恩认为这些所有我们经历的狗屁叨叨、苦头虽是，其实都是为了证明我们值得享有成功。这些重重的考验，就是为了让我们缴纳成功税。迪恩认为如果没有一路上的障碍颠簸，他就不会成为现在的自己了。所以不妨往后退一步来看，眼前遇到的困难挑战，就是你所需要缴纳的成功税
呀。所以当其他同龄孩子都在开心放假无所事事的时候，迪恩的女儿为了成为最强投手而苦练投球时，迪恩说这就是女儿在缴纳成功税。迪恩甚至告诉他的孩子说，要珍惜自己所遇到的困境，相信世界会以成功来回馈我们的。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成功的人士，他们都具备有培养自信的能力，才不会在关键的时刻畏手畏脚呢？那么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帮自己建立自信呢？来看有一次迪恩他要在公开的场合演讲，他就是靠着这一招让自己的恐惧消散无形了。迪恩他就在后台踱步，嘴里不断地说着这几句：我要我的潜意识好好善用上帝赋予我的独特能力，渲染影响今天到场的观众，给予他们扭转生命的力量。迪恩一直对自己讲着，然后就感受到自信心提升，对登场的恐惧消失了。当你觉得内心的自我开始越来越脆弱时，就可以透过对自己说这些能量提词，让自己内在的英雄打败反派分子。像这一句话也很管用，这才吓不到我呢，我经历过比这个更糟糕的事情啊。当你需要提升自信与力量的时候，也许是一场会议，也许是你要跟老板谈话，就是可以利用能量提词来好好的鼓励自己。迪恩说，可以在独处的时候把能量提词大声念出来，而且要去体会每一个字，直到你感觉到体内的能量转换了，心境也改变了，直到内在的英雄掌控了主场为止。如果你问迪恩人生最大的转机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？他会告诉你，就是自己不再论断他人的那一刻。因为当我们批评别人时，就是把精力、脑容量、时间消耗在跟我们无关的事物上。而且迪恩他体会到一件事，当我们在论断他人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事情的全貌，也就不会知道对方为何会有这样的行为。像是在街头遇到身上散发着臭味的流浪汉，也许他们是被逐出家门，也许他们有着学习障碍，也或许他们被骚扰殴打，这后面或许有100万种可能性，而导致他们今天无家可归。尽管不知道他们为何会变成流浪汉，但迪恩认为至少可以表达对他们的祝福，所以迪恩会让孩子把装有美钞的午餐送给无家可归的人，让这些人体会到还有人在关心他们，还有人会为他们祷告。迪恩认为千万不要去轻易批评他人，还要懂得感激，要好好看顾好自己的心灵与思想，这样世界就会为你敞开大门，你的收入也会跟着水涨船高的。赶快把迪恩推荐给大家的习惯学起来吧，也欢迎大家把正能量分享给朋友，一起来帮自己的生命开创新的气象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咯，下次见了，拜拜。